加上15%的服务费，还有跨城干级的冷链运输费，总计88万6千。88万6千！家人们，看看这排场，这才叫上流社会。今天姐妹儿也是喝上国教的人了。88万6千，他们一顿饭想吃掉我半条命。果然是金子，我要发财了！哈哈哈哈！林峰，大白天的你在地里嚷嚷啥？挖到好东西了？没啥，挖到2块趁手的石头，拿回去垫桌脚。骗鬼呢！刚才那反光晃得我眼疼，想瞒着长辈吃独食。哎呦喂，金子！林峰这破地种啥傻死，还能挖出金子？刘婶，你别嚷嚷。大伙儿快来看啊！我们村地里长金子了，我们要发了！这帮吸血鬼，沾上就甩不掉。今天要是被他们纠缠住，金子非得被抢光，得先脱身。哟，小峰今天运气好呀，地里挖出宝贝了。林哥，别藏着呀，拿出来让兄弟长长眼嘛。哎，咱俩啥关系？你的东西不就是兄弟我的吗？我家里还有谷子没晒，先回了。别走，你得了好处都不想着我们吗？我们可都是看着你长大的，你还是不是兄弟？净想着吃独活。这孩子真是，还真怕我们抢了你的不成？等等我，这热闹我得拍下来。林峰，今儿我们可都看到了，你从地里挖出来好大一块金子，不把金子交出来给大家分分，我明儿就去村头说你偷我家东西。你这穷命花不着这么大的财，不如拿出来孝敬大家，我还算你抬举。俗话说得好，见者有份儿嘛。不能硬碰硬，先拿小头堵住他们的嘴，稳住局面再说。叔婶们，地里就这点东西，真要平分，一家也分不到多少。你小时候婶儿还给你把过尿呢，白眼狼！你就是想一个人独吞。就是，咱3岁那年儿，你掉粪坑里了，还是我找人来捞你的。行，都稳一稳。好吧，我不藏了。其实看着多，我刚刚把浮土一吹，就只剩这一点了。我掂量过了，这么一点也就几千块钱。几千也是钱，凭啥都归你？林峰，长辈的话就是规矩，你得了这天降的横财，总得表示表示。今天这事儿我做主了，你在村里摆个流水席，让全村老少爷们吃顿好的，也让大家伙都沾沾喜气。行，刘爷，就按您说的办，我掏钱，请全村吃顿好饭，当是给大家沾沾喜庆。一桌餐标1000，也就10000把块钱，不出点血，他们不会放过我。算你小子识相。刘爷，一顿饭就打发咱们了，这小子抱回去的那罐子金子，少说值个大几十万呢。就是呀，凭啥他吃肉，咱们连口热汤都喝不着？这也太便宜他了。随便吃顿大锅饭就想把我们打发了，我可咽不下这口气。谁说咱们就只吃他一顿大锅饭了？刘爷，您的意思是，他不是说请全村吃顿好的，那就让他请最好的。我认识一个专做高端宴席的主厨，只要我开直播一喊，全村人都看着，他零肩敢反悔。对，就说咱们村要办国宴标准，让他把面子撑到底。他藏了金子，就得让他吐出来，吃不完也得让他赔。家人们，今晚我们村要办一场真正的上流宴席，都别走，马上带你们开演。他林峰觉得随便找个乡厨弄几盆大锅菜就能打发咱们，做梦！既然他答应全买单，要请就得请最像样的。刘爷，咱们这穷乡僻壤的，村口那个杀猪的能做出什么像样菜？我还怕脏了我的衣服呢。我大儿子在省城大酒楼当高管嘛，他认识真正的国宴大厨，我这就给他打电话。那不得吃点真正的山珍海味，什么极品佛跳墙、开水白菜、葱烧大海参，我都只在电视上见过。刘婶说的对，今天必须让他给咱们上特供佛跳墙，我得拍几张照发朋友圈，馋死我城里那些亲戚。光吃怎么行？城里人办酒席不都发那个叫啥伴手礼吗？必须让他给咱们每人发一对文玩核桃，再配个紫檀手串。李二这脑瓜子就是好使，这手串拿回去，我不带也能拿去镇上换几百块钱买粥，可都跟够这个的。既然敢大包大劳叫宰他个倾家荡产，让他连那间破院子都赔进去。可是刘爷，那小子要是看见这阵仗，当场反悔不肯掏钱咋办？这天价账单要是落到咱们头上，他反悔得了吗？开宴前我想个办法，把林峰这小子支到城里去，等国宴大厨把菜做熟了，伴手礼大家都拿在手里了，他再回来，生米已经煮成熟饭。这天价账单他不买也得买。哎呦，刘爷，那咱们可得赶紧回去把肚子空出来，我明天连早饭都不吃了，就留着肚子吃垮他。林峰啊，出大吉事儿了！
我大儿子从省城给我寄了个极其重要的合同，邮递员给送错了，丢在城东的红星老配件厂门房了。我这腿脚不利利，你能不能跑一趟帮我取回来？相处我帮你盯着，你快去快回，就当叔求你了。这傻小子，一听你要帮忙，跑得比兔子还快。儿子，让车开进来吧。恒温箱先放阴凉处，海参松茸分开，瓷器不要碰地。家人们看见没有？这才叫排面！今天我们村吃国宴。刘爷没骗人，真有紫檀手串，大家快抢啊！这些都是伴手礼，按桌发，别抢。奇怪，定位上明明就是这里，怎么连个厂房的影子都没有？大爷，跟您打听一下红星老配件厂的门房到底在哪儿？这儿兴配前就拆了，原本说建商品房，后来烂尾了，哪来的门房？配件厂早就拆了，合同是假的，刘老头是故意装可怜把我支开的。流水席，他们肯定在宴席上搞鬼。条件没，这才是排面。喂，帮我查一下红泉大酒楼今天这批宴席的报价，还有谁下的单，谁签的字。好吃，太好吃了！刘爷，您儿子在省城混的也太牛了，这国宴大厨的手艺，我李二这辈子都没吃过这么绝的味儿。可不是嘛，这汤鲜的我都想把舌头吞下去了。这就叫上流社会的生活。咱们今天算是跟着刘哥开了洋荤了。你们再看看林峰的泥腿子，挖了块金子就以为自己是个人物了。穷酸命就是穷酸命，这辈子也就配吃杀猪菜。这种国宴的福分，他8辈子也修不来。哈哈哈，说得对，今天大家伙敞开了吃。反正他林峰夸下海口，全买单。等那个大冤种跑腿回来，就算让他砸锅卖铁，也得把这顿国宴的钱给老子结清了。大妈，我再确认一下，红星老配件厂的门房真的没在这个定位上吗？小伙子，你这地图没更新吧？这10年前确实是红星厂，但人家早就搬到市里的开发区去了。搬到市里的开发区去了，刘老头却非让我来这荒郊野外找，他是在拖延时间。好你个刘爷，跟我玩这出调虎离山！既然你们想玩大的，那我就奉陪到底。这根本不是我订的香洛豆国菜，不锈钢操作台、金边珐琅瓷、恒温箱，他们从哪儿弄来的这些东西？葱烧海参、佛脚桥、俄罗斯帝王蟹，全是顶级食材。这哪是一顿几千块的流水席，一桌至少大几万，10几桌算下来就是大几十万。别说把金子全卖了，就是把我这间院子抵出去，也付不起这笔账。家人们，正主回来了。原来这都是你们计划好的。既然如此，也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幸好我防了一手，怕他们过来偷金子，早装了监控，必须让他们亲口承认，菜不是我点的，厨子不是我叫的，伴手礼也不是我采购的。哎呀，刘爷、婶子们，这怎么吃得这么好？哟，大忙人跑完腿回来了，怎么嫌吃的太好了，你供不起？不是，我就是有点发懵。我订的那些香厨张胖子呢？怎么一转眼院子里全变成省城的大厨了？你还有脸问？那香厨做的泔水也是人吃的。你既然说要请全村，就得拿出点诚意来，别拿那点烂白菜糊弄我们。是，刘爷教训的是，还是刘爷考虑的周到。不过，这国宴团队是哪位神仙帮忙请的呀？我都不认识人家，怕怠慢了。除了我，这村里谁还有这么大面子？我给我那在省城大公司当高管的儿子打了个电话，直接把宏图大酒肚的主厨团队给调过来了。主厨团队，刘老头叫的。刘爷真是手眼通天，连省城的国宴都能调到咱们村里来。那这全场换厨子、定规矩，都是您拍板定的？废话，换厨子、定规矩，全是我一个人做的主。在这个村里，我不拍板，谁敢做主？怎么，你小子有意见？没有，我哪敢有意见？那这些伴手礼、紫檀手串、礼盒什么的，也是您安排的？藏什么藏？拿都拿了，还怕他说？伴手礼也是我定的，全村老少来吃你的席，空着手回去像话吗？就是，你请客就得有请客的样子，别抠搜丢我们村的人。伴手礼也认了，明白了，还是刘爷有规矩。知道就好，等会儿账单来了，你老老实实签字结账，别让城里人看咱们村笑话。很好，菜、厨子、规矩、伴手礼全有人认了，第一笔账认主了。没意见，我哪敢有意见？不过这菜色真是不一般啊。
我在城里打工都没见过这阵仗。你个泥腿子懂什么？这叫顶级松柔炖花椒，光这一道菜就够你那2亩地种半年了。芳姐，你这手串也是今天带来的，看着可真值钱。怎么，你还想往回要？这是人家国宴团队送给贵宾的高档伴手礼，紫檀木的。我可告诉你，送出去的东西泼出去的水。我哪敢要回来啊？我就是没见过这么好的东西。林峰，这帝王蟹可是我特意让主厨从恒温箱里挑的最大的一只，1万多块钱呢，你可别心疼啊。不心疼，只要大家吃得高兴。可这些海鲜手串什么的，我之前也没订过，都是各位大哥大姐自己挑的。废话，刘爷发了话让我们随便点，咱们当然挑最贵的点，难不成还等你那10块钱一盆的大锅菜？就是，我们点的可都是好东西，你请全村吃饭，总不能让我们吃亏吧？海参、鲍鱼、帝王蟹都是我们自己挑的，你要请客就得让大家吃痛快。那伴手礼也是大家自己要的？当然了，国宴标准哪能没有伴手礼？手串是我们该拿的，全村人都来了，空手回去多难看。我还嫌一串少呢。林哥，你这么有钱，再补一串也不多吧？大家点菜那是看得起你，能让全村老少爷们开洋飞，这是你小子几辈子修来的福分。承认自己点的就好，海鲜、菜单、伴手礼，全是你们自己要求的。那等会儿账单来了，我就照刘爷和大家点的这些算。哼，废话，菜是大家点的，席是你请的，账当然是你结。家人们听见没？今天全村吃的都是林峰请的最高规格。第2笔账也认清了。刘爷，各位，我顶着大太阳跑了城东1圈，连口水都没喝上，现在真是饿得前胸贴后背了。这佛跳墙还能给我留口汤垫垫肚子吗？哪怕1口也行。喝什么汤？你看看你那身汗臭味儿，别把这国宴的碗给熏臭了。这汤我都喝完了，没你的份儿。林峰，不是哥哥不疼你，实在是你回来的太晚了，这海鲜凉了就腥了。你要是实在饿得慌，这蟹腿壳上还有点汁水，捡起来舔舔。林峰啊，做人得有自知之明，你也就是个出钱的命。也就是说，这桌上的好菜好饭，我是1口也没吃着，对吧？你要点脸行不行？是你自己来晚了，怎么着？你还想让我们抠嗓子眼，吐出来给你啊？我没点菜，没拿伴手礼，也没吃这一桌菜。这话大家都听见了吧？听到了，听见了。你不就是1口没吃上吗？谁让你跑腿跑那么慢？对，你1口没吃，我们都吃了，咋了？家人们听见没？他自己承认1口没吃，现在还想卖惨呢。第3笔账也认了，菜他们吃的，我1口没动。行了，大家也吃好喝好了，既然吃完了，咱们就按村里的规矩办。你小子从集体的地里挖了风水宝地的金子，请大家吃这一顿，那是你尽本分。现在去把账给人家主厨结了。刘爷，这排场实在太大了，这账是不是算在村里招待的公账上？你想什么美事呢？你个人请吃饭，凭什么拿公账报销？就是你自己挖了金子，自己请的客，别往村里赖。所以村里不会出钱。一码归一码，1分钱村里都不会给你出。就是，你小子别想耍赖，赶紧去买单，别磨磨蹭蹭的，让城里的大厨师看我们全村的笑话。家人们看到没？请客还想赖账？这顿饭是我个人请的，村里1分钱不出，对吧？结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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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4笔账，村里不认，硬压到我个人头上，证据够了。主厨师傅，这小子过来买单了，他挖了金子，今天可是他私人请客。对，1分钱村里都不出，你们账算清楚点儿，别给他漏了。对。师傅，过来算一下账。刚才他们喊的话，你也听见了。不过小伙子啊，你确定这单你一个人买得起？买不买得起，账都得算。既然是我请客，我总得看看这群乡亲到底吃了我多少钱。小伙子，我干这行10几年，什么暴发户百户没见过，但今天这阵仗，这哪是吃饭，这是吃人呐！
您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们车队刚进村的时候，那个带头的老头，对，就那个抽旱烟的，他叫刘老头。他跟你们经理说什么了？他把我们经理拉到角落原话是：今天是个大肥羊买单，你们有什么最贵的、最稀罕的，全都端上来，越贵越好，宰死他！连那些紫檀手串和特级松茸礼盒，也是他强行要求按人头加进菜单的。我们经理当时好心提醒过他，这些东西加上去可是天价。你猜他怎么说？他说什么？他说不差钱，有人兜底。你们只管上，吃穷了他才好。原来连装都不装了，这是明抢。小伙子，我同情你，你看一眼底部的总数吧。俄罗斯鲜活帝王蟹18只，单价12000；极品葱烧海参36份，单价2800；紫檀伴手礼盒15套，单价15000，总计886000。886000。家人们，看看这排场，这才叫上流社会。今天姐妹儿也是喝上国窖的人了。师傅，麻烦您拿好 POS 机，跟我走一趟。去哪儿？这份账单当然得让真正点菜的人亲自过目。反正我不付。不付？林峰先生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国宴厨师团队是我们从城里调来的，几十万的食材是我们加急空运的。现在你们全村人吃干抹净了，你跟我说你不付钱？这顿饭我一口没吃，这酒我一滴没沾。我早上8点就出了村，去城东办事。你们的冷藏车上午10点才开进村。这个餐不是我订的，菜不是我选的，收货单也不是我签的，从头到尾没有一道程序经过我的手。我凭什么办个事儿回来就要付88万？可是带头点菜的那个老头亲口说的，他向我们的订餐经理保证过，今天的账全部由你林峰买单。他说我买单我就得买单，他有我的书面授权吗？有我的电话录音吗？你们做这么大的生意，别人空口白牙一句话你们就敢接88万的单子？这当时是订餐经理接的单，具体情况我不在场。那就把你那个订餐经理找来，你现在就打电话问问他，当时到底是谁下的单，谁做的主。张经理，我是老孙，今天天价流水席这单出了点状况。林峰先生说他完全不知情，拒绝买单。当时接单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不知情？不可能！当时可是那个刁钻的老头带着人亲自来订的。林峰挖出金子了，他有的是钱，给我照着最贵的上。这个双头豹，还有这个什么鱼子酱，全都加上。这几样加起来可不便宜。林峰先生本人没来，这账单我刘建国是这村里的华山人，我说算数就算数。就是林峰那小子最听刘爷的话。对了，你们这儿还有什么高档伴手礼没有？有紫檀木的手串礼盒，单价15000。来15套，每人发1套，全都记在林峰的账上。听清楚了，点菜的是他们，要伴手礼的是他们，信口雌黄拿我当冤大头的也是他们。我明白了，这是一场恶意的团伙敲诈。保卫科吗？林峰家院子这边有人恶意逃单，把公司所有的安保车队全给我派过来，马上！这林峰结个账怎么比拉磨的驴还慢？刘爷，我看他就是心疼钱，那穷酸气儿啊，早就刻在他骨子里了。平时买包盐都要算计半伙的主，今天这顿饭估计得让他心疼的晚上睡不着觉。可不是嘛！要我说啊，这发横财也得有那个命。他林峰八字多轻啊，爹妈走得早，也没个兄弟姐妹帮衬，这天降横财他压得住吗？所以说嘛，这叫德不配财。他林峰几斤几两，要是没有刘爷在上面罩着，他这点金子早晚得招来外村人的贼惦记，惹出杀身之祸，算这小子识相。他今天出了这笔钱，以后在村里我自然保他平安。刘爷说的对，他林峰就是个土包子，懂什么叫上流社会的生活。安保车队已经在路上了，一旦安保全面接管，这事儿就不好解决了。拿走没吃完的菜是贪小便宜，但带走这些特制的纯银餐具、珐琅瓷器，都是要算钱的。我们会按最高级别的情况处理现场。那最好，规矩越严，越能让人听懂。师傅，把那张886000的预订单子原原本本的给我。林峰先生，这上面的签字人是刘建国，只要您不付这笔钱，这笔账就永远挂在他的头上。15分钟，让我跟他们算清楚所有的账。哟，结完账了，
结完了那咱们就回吧。怎么，还指望长辈给你送红包？账肯定要结，不过轮不到我结。你说好请大家吃好的，现在想赖账？我答应请客，没答应请国宴。人不是我找的，饭不是我吃的，伴手礼不是我订的。谁找的人，谁点的菜，谁付钱。这份88万6千的单子确实不是林峰先生签的，请实际点单人结账。林峰，你个养不熟的白眼狼，你敢让我掏这笔钱，不怕天打雷劈？天打雷劈，刘爷，菜是你自己点的，也只有你吃了。现在付钱怎么成天打雷劈了？没天理了啊！大伙儿瞧瞧，想当年他家里揭不开锅，是我厚着老脸去村里替他做保，是我把村口最好的地包给他种，要不是我赏他那口饭，他早饿死了。现在他恩将仇报。就是做人不能忘本，当年刘爷确实帮过他。好一块村口的好地，刘爷，既然翻旧账，咱们今天算清楚，你做保的那块地是乱石滩，地里全是石头，连犁头都下不去。那也是能种庄稼的地，你还挑三拣四？是我一个人花了3个月把石头背走，我手上全是当年的疤。等我种出第1季粮食，你干了什么？你带着人把板车开进地里，强行收走8成粮食当做保费。我剩下的2粮不过冬，你那叫给我一口饭吃，你那叫吸血，你哪来的脸提恩情？你胡说八道，你血口喷人！林峰，就算刘爷收了粮食，也是理所应当。你现在这叫不守信用，要遭天谴的。刘婶，你也别说我，你和刘爷是一路货色。你别在这里血口喷人。你前年发高烧，我还给你送热鸡汤，要不是那碗鸡汤，你早病死了。哑巴了，全村人都看着呢。你今天敢不认这碗鸡汤，你就是个没良心的。救命的鸡汤，刘婶儿，那碗鸡汤我可忘不了。那几天闹鸡瘟，你家老母鸡病死了，你舍不得扔，拔了毛熬汤，你自己不敢喝。你胡说，那是好好的土鸡，我是一片好心。好心？你把病死鸡的汤端给我，我喝完不到半小时，上吐下泻，要不是隔壁村的大夫路过，把我拉到镇卫生院急诊，我那天晚上就死在那碗鸡汤里了。这也叫救命？我不知道鸡有病，我也是好心，我好歹去看了你。好心办坏事，好，你趁着我烧得不省人事躺在屋里，你在院子里干了什么？你走的时候，把我仅剩下的2只花母鸡塞进你的竹篮子里带回了家。还有谁想算账的，今天站出来，我们当面算清楚。林峰，你少在这装，他们对不起你，我没有对不起你。你那土房漏雨，我大半夜借了你梯子和防水布，你今天要是连我的账也敢赖，老子废了你！防水布和梯子你用了没有？今天不拿钱，老子让你走不出这个院子。李二半夜给你送去的东西，你可不能丧了良心。就是那天晚上下着暴雨呢。防水布，那张破塑料布上面有10几个破洞，最大的洞有碗口大，我在屋顶上用针线补了整整2个小时。破的又怎么了？好歹是我半夜送过去的，能挡一点水是一点。一张大防水布也得好几10块钱呢。梯子呢？那架长梯子中间少了2根横木。那梯子能爬就行，没我的梯子，你连房顶都上不去。剩下的接口里面的木头全朽了，我爬到一半，梯子断了。断了就断了，你这不好好的站在这里吗？我从2米高的房顶上摔下来，这条腿打了石膏。我在床上躺了半个月，连下地喝水都要在地上爬着去。那你也没摔死，你用了梯子，这是事实。用你的东西。你借我梯子的那天晚上，你在我院子里干了什么？你少瞎编，我借完东西就回家睡觉了，谁管你干什么？趁我摔断腿躺在屋里动不了，你把我院子里的铁犁头、4把锄子全拆了下来。啥？李二偷东西？没有，你有什么证据？第2天一早，你把那些铁件拿到镇上的废品站卖了200块钱，你以为我不知道？林峰，他们几个占你便宜，我可没有。我前年从城里回来，看你穿的单薄，
还送了你2件高档衣服。要不是我那2件衣服，你冬天早就冻死了。高档衣服，那是你前男友穿破了不要的旧夹克。那衣服我见过，拉链全坏了。那也是城里的牌子货，你这种泥腿子平时看都看不到。左边领口磨破了2个大洞，右边的袖口全起了。衣服能穿就行了，你穿了就是欠我的。不仅是破洞夹克，你把破烂扔给我，硬逼着我按原价200块掏了钱给你，这也叫送？200块买2件破夹克？你别血口喷人！衣服的事儿就算了，我还给你介绍过城里的对象呢，这你不能赖吧？介绍对象？你带来的那个女人是个职业骗婚的。我怎么知道她是骗子？我也是被骗的。你收了那伙人2000块介绍费，把我的生辰八字全透给人家。人家好心给你说媒，被骗了能怪人家王芳吗？那个女人拿走了我屋里所有值钱的东西，让我差点被骗走3万块彩礼。我真的不知道他们是骗子。你不知道，那伙人被抓走的那天，你连夜坐长途车跑回了城里。你胡说！我是回城里上班。你手里拿的包，脖子上戴的链子，不就是拿那种黑心钱买的假货吗？喂，是保卫处吗？对，今天出活有人想赖账，对，多叫点人过来。林峰，你算得这么清楚，以后在村里怎么混？大家都是长辈。就是年轻人心眼太小，亲戚邻居的谁没个占便宜的时候？讲道理的时候，你们跟我讲辈分；讲钱的时候，你们全算计我。长辈会把死鸡汤端给我喝，长辈会偷我的铁锯去卖，那也不能一竿子打死所有人啊！合伙点88万的菜，把账单甩在我头上，让我倾家荡产，这也叫长辈？既然都不愿付钱，那就按规矩走程序。走什么程序？你吓唬谁？当然是通知我们公司保卫科，数额太大，必须出动安保控制现场。林峰，老子今天就是签字了，你能拿我怎么着？大家伙听着，我们这儿有几十口子人，我看你这个外地厨子敢把我们怎么着？你动我们一根汗毛试试？对，强龙不压地头蛇，想在村里要钱没门儿。哼，跟我们耍横，你也不打听打听，这村里到底是谁说了算？白纸黑字签了字的合同，到哪儿都说了算。林峰，你这孩子怎么油盐不进呢？不管怎么说，刘爷也是咱们村的长辈，就是跟长辈顶嘴也不怕天打雷劈。你这小辈怎么敢当众顶撞？就算他们占了点小便宜，你难道连一点敬老尊孝的规矩都不懂了？哪有晚辈逼着长辈掏钱的道理？林峰啊，叔得说你2句，做人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。听到没有？全村人都觉得你不懂规矩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赶紧把钱掏了。规矩？你们跟我谈规矩？你们嘴里的规矩就是合伙吃绝户，吃完绝户还要求被吃的人感恩戴德。什么叫吃绝户？大家长辈教你做人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你教我做人？你签下这88万账单的时候，怎么不教自己怎么做人？你刚才说敬老尊贤，好，我今天就跟你好好算算这笔敬老的账。算什么账？我可没吃你家的饭。去年6月，刘老头强行圈地，他占了你家院墙外面的那一分财基地。林峰，你少在这扯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，你别挑拨离间。那天你跪在村口哭，是我拿着卷尺替你重新量了地界，替你作证。结果呢？你为了讨好刘老头，你转头就跟村里人说，是我林峰量错了尺寸。那都是误会，我当时没看清。你为了讨好吸血鬼，反咬我一口。现在你跑来跟我谈敬老尊贤，规矩是给人的，不是给吸血鬼的。你想装孝子是吧？好啊，这88万的账单就在这儿，你替他掏啊。林峰，你别逮着一个人咬，今天是我们大家伙的意思。哎呀，都消消气儿。林峰，你听叔一句劝，你毕竟挖了金子，现在有钱了，退一步海阔天空嘛，全当破财免灾了。大家以后还是好邻居。破财免灾，退一步海阔天空。对，就是这个理儿。你出钱，大家领情。慷他人之烘是吧？拿着别人的钱，做你自己的好人。想让我退一步，行，我给你个机会。林峰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什么叫给我个机会？上个月你家刚买了一台红色的4轮新拖拉机。你提我的拖拉机干什么？那是用我儿子的彩礼钱买的。你现在去把它卖了，替刘老头把这笔账平了。只要你把拖拉机卖了，替他交钱，我就退这一步。你疯了吧？凭什么卖我的拖拉机？
这饭我又没吃几口，关我什么事儿？既然舍不得自己的拖拉机，那就闭上你的嘴。好你个林峰，老子算是看明白了，你小子就是给脸偏不要脸，讲道理是讲不通了。大家伙听着，咱们不跟他废话，咱们走，回家睡觉。我看他一个人还能把我们几十号人全扣下不成？对，走，这破账单让他自己留着擦屁股。他林峰就算长了3头6臂，也拦不住我们这么多人。就是，这饭咱们又没吃饱，凭什么给钱？咱们回家。脚长在你们身上，门也是敞开的。不过我提醒一句，这88万是顶级餐饮集团的商业欠款，出了这个门，性质就变了。你少拿大词吓唬人！什么商业欠款？签了字不给钱，聚众逃走。大集团有的是专门要账的手段，人家可不会跟你讲乡里乡亲的规矩。要账，老子名下1分钱存款没有，我半截身子都入土了，我不信他们能把我生吞了。我就是1分不给，我看谁能从我兜里掏出钱来。就是，欠债的是大爷，有本事让他一个人把我们全村人都拦住啊！几十口子人一起走，谁也别想拦。刘老头今年72了，名下确实没钱，人家可能嫌他年纪大，懒得碰他。但你们呢？李二，你家刚翻修了3间红砖大瓦房，人家找上门，先把你的红砖房扒了抵债，你拿什么去拦？你呢？你儿子在城里大公司上班，马上就要贷款买房了是吧？大集团的专业催烧队，天天去你儿子公司门口挂横幅，把你儿子的征信彻底拉黑，让他连高铁都坐不了。到时候你儿子的工作没了，买房的资格全废了，你拿什么赔？这不关我的事啊，我就是来吃顿饭的。他就是吓唬你们的，城里的公司哪有闲工夫管我们？赶紧走，出了这个门，他们还能追到家里去不成？刘爷，要不咱们再商量商量？我那红砖房可是我全部家当啊！商量个屁！跟我走，天塌下来老子顶着。主谋带头潜逃了，他逃不掉，时间到了。装神弄鬼，老子今天就走给你们看。什么动静？这是干什么的？报告，集团安保3队集结完毕，随时准备控制现场。把门堵上，账没结清之前，谁敢迈出大门一步，按恶意逃单现场处理。所有人退后，账单没有结清之前，任何人不得跨出这道门槛一步。你们光天化日之下，怎么敢随便乱来？刘爷，这阵仗不对啊，这帮人看起来是动真格的了。这可怎么办？我儿子马上就要买房了，要是真被大集团的催收挂了横幅，他非得打死我不可。刘爷，你刚才在主桌上不是说天塌下来你顶着吗？现在门都被堵死了，你倒是顶啊！就是，这国宴是你非要换的，海鲜也是你让人加的，伴手礼也是你拍板要拿的。你赶紧拿钱出来把这88万的账结了啊！我们可不想被拉进黑名单。我哪有88万？我名下连800块钱都没有。你们这是要逼死我呀！你没钱你装么大头算？现在人家要把我的红砖房抵债，你让我一家老小去睡大马路吗？找他！这顿饭本来就是他答应请的，凭什么让我们买单？你们忘了前几天他在地里挖出了什么东西？挖出了金子。对，一整个破陶罐的金子，全都是黄澄澄的金疙瘩。那罐子金子少说也值大几十万，甚至上百万。只要让他把金子交出来，这顿饭钱算个屁！对呀，林峰挖到了金子，那可是实打实的硬通货，几块金疙瘩就能换几十万，只要拿出来，这88万的账不就平了吗？林峰，刘爷说的对，这饭钱本来就该你出，你赶紧把金子拿出来，把账平了，别连累大家伙儿。金子，刘老头，你哪只眼睛看到我把金子藏在家里？你少在这装蒜！那天我们几个亲眼看着你抱着罐子跑回院子的，你肯定是藏在屋里了。大家伙听着，那金子肯定就在这破屋里，咱们只要翻出来，交给这位大厨，咱们欠的债就一笔勾销了。林峰，你最好自己交出来。安保队，拦住他们！谁敢动林峰先生的房子，直接按抢劫制止。师傅，别拦，让他们找。林峰先生，他们这是要打砸你的家，这怎么能行？我的房子就在这儿，2间土房，1个院子，门我也没锁，
我家里就这点东西，只要你们能在这院子里找出1两金子来，这88万6千的账我就认了，我替你们结。此话当真？你真愿意替我们付钱？还愣着干什么？进去找啊！连个耗子洞都别放过！衣柜里没有，都在地上找找。床底下，看看床底下有没有暗格。屋里找不到，肯定是埋在院子里了。磨盘，他那天进院子的时候，在那磨盘旁边停了一下，金子肯定压在下面。来几个人帮忙，把这磨盘给老子掀了！1、2、3，起！怎么可能？不在里面。林峰先生，您这是干什么？家都被他们毁了。毁得越彻底，入室打砸的证据就越确凿，定损数额就越大。不可能！刚才那罐金子明明是被他抱进来的，一定还在院子里。墙里面肯定砌在墙缝里了，给我砸！金子，几十万的金子，找到就是我的。主厨，场面快失控了，这房子要是塌了会出人命的，需要我们强制清场吗？马上动手，把他们……师傅，让他们砸，你们尽管找吧。真以为我会把金子一直放在这儿？罐子，我摸到那个破铁罐了，快拿出来，那是老子的金子，快给我！给我！快把金子倒出来！见者有份儿，不能全给刘爷。这金子得拿去把88万的账结了。别抢，摔碎了就找不到了。这是什么？金子呢？石头，这是普通的黄石头，不是金子。林峰，你把金子藏哪儿了？你挖出来的明明是发光的金疙瘩，你少跟我耍花样，交出来！你到底藏哪儿了？藏？我为什么要藏？刘爷，我从来没说过我挖到了金子，那是村后荒地里最常见的黄矿石，太阳一照，表面就反光。我当时就跟你们说了，那就是几块破石头。不可能，我不信！你当时明明那么紧张，还用土把罐子埋起来。如果我不装得紧张一点，你们这群吸血鬼怎么会像闻到血腥味的苍蝇一样围上来？如果不让你们觉得有利可图，你们怎么会心甘情愿地答应全村人吃席？你是故意的，你从一开始就是故意的。你们不是爱占便宜吗？你们不是喜欢用规矩压人吗？88万6千的账，一份不少的挂在你的名下，数万元的入室打砸，故意毁坏财物罪，这才是你们今天真正挖到的金子。完了，全完了，我的房子保不住了，我还要去坐牢。我不该贪那几口海鲜的，我不该砸房子的。都是刘老头，是他非要换什么国宴的。他说他儿子认识大领导，他说出了事他兜底，我是被他骗了。刘爷，你儿子不是大公司高管吗？你快给他打电话呀，让他把这88万平了。儿子，对，我儿子有钱。大儿子，喂，大宝啊，你快救救爹！你准备88万，不，准备100万转回来。100万，老东西，你疯了吧？我上个月刚被酒楼开除，现在连房贷都还不起了，你少在村里给我惹事儿。开除了，没钱了。我的老天爷呀，这下是真的完了，全村人都得跟着陪葬啊！我怎么就那么贪心啊？我拿他2只母鸡干什么呀？我儿子知道了会砍了我的手啊！现在知道哭了，砸我房子吃我海鲜的时候，你们可是笑得很大声。好，林峰，你做的绝，你想让我死？哎呦喂，我不活了，没天理了！年轻人欺负老头子了，他挖坑设套，要逼死长辈了。装疯卖傻是没用的，监控记录的清清楚楚。还不快跟着我哭！你想进去蹲大牢吗？
老天爷呀，我不活了！大家快来看啊！这城里来的黑社会勾结林峰要打人了，我们要被他们逼死了！他们这是要碰瓷，这招最难对付。立刻起来，停止这种无赖行为！打人啦！保安打人啦！你们今天有种就打死我，反正我也没钱，打死我，这仗就算平了。松手！我警告你，不要妨碍安保工作。你们这是草菅人命啊！城里人欺负我们农村老太太了，我不活了，我不活了！你们看啊，黑社会动手了，把我一个老头子打得满脸是血呀！救命啊！杀人了！林峰勾结外人，把我们全村老小关在这里毒打呀！还有没有王法了？对，他们打人了，我们都被打伤了，我们1分钱都不会出，还要你们赔医药费。主厨，不能硬碰硬，如果强行把他们拉开，他们肯定会去医院验伤，到时候倒打一耙说我们暴力催烧。林峰先生，场面彻底失控了，这群无赖根本不讲法律，只讲泼皮手段。狗急跳墙了，那就让他们跳。安保对付不了碰瓷的，只能走最后一步了。我来打这个电话。喂，对，城东林家村。好，叫得好。等帽子叔叔来了，我看他们怎么解释，把我们堵在院子里打。大家赶紧把身上弄得越惨越好。来呀，打我呀！等帽子叔叔来了，我看你们这群城里的黑社会怎么解释。我们是老百姓啊，我们被林峰这个大坏蛋联合外人欺负了。哎呦，我的肋骨被他们打断了，我喘不上气儿了。林峰先生，这群人简直是不可理喻的亡命徒，他们现在把现场伪造成这样，一会儿帽子叔叔到了，肯定是先保护弱善群体，咱们会不会有麻烦？师傅，弱善群体和碰瓷讹账，帽子叔叔分得清。他们跳得越高，等会儿摔下来的时候，骨头断得就越彻底。全体安保人员注意，保持防守队形，双手绝对不能离开防暴棍，不许和他们发生任何肢体接触。怕了吧？晚了！今天你们谁也别想跑，这88万你们自己出了不说，还得赔我们医药费。来了，救星来了！大家赶紧哭，哭得越惨越好。接到报警，这里有人聚众闹事，涉嫌敲诈勒索和暴力抗法。谁报的警？同志，是我报的警。警察同志啊，你们可算来了！你们要是再晚来一步，我们全村人的命就都没了。放手，站起来说话，有事说事，别在这里拉拉扯扯。同志，你看看我这满脸的伤啊！这帮恶人，他们拿着棍子，把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堵在院子里呀！我们带有记录仪，你说的每一句话都要负责任。就是他，林峰，这个没良心的小贱人，他给我们挖了个天大的坑，要把我们全村人往死里逼呀！同志，你们快把他抓起来呀！到底怎么回事？你先说清楚，他怎么逼你们了？同志啊，林峰前几天说他发了财，主动要请我们全村人吃席，饭是他自己让人做的，菜也是他自己点的，结果大家伙吃完了，他嫌人家收的钱太多，突然翻脸不认账了。对对对，刘爷说的全对，林峰不想掏钱，就叫来这几10个带棍子的黑社会，把我们堵在这儿。哎呦，他不给钱就算了，还硬逼着我们这些老百姓替他结账，我们没钱，他们就动手打人，我的肋骨都被打断了。抓他！他这是敲诈老百姓，把他们全抓进去。林峰是吧？他们说的是不是真的？饭是你请的，最后你拒不结账，还找人拘禁村民并实施殴打。小家伙，跟我斗，老子今天非把你送进去不可。首先，这不是什么请客吃饭，这是一场价值88万6千元的敲诈勒索。88万，敲诈勒索。其次，我们没有非法囚禁，更没有打人，满地打砸的废墟是他们自己砸的。
他们脸上的秽土也是他们自己抹上去碰瓷的。你放屁！你胡说八道！你有什么证据说我们是自己砸的？大家别信他的鬼话！你听听这小土上说的还是人话吗？哪有人自己砸自己家房子的？分明是他找这帮黑社会砸的！哎呦，我的肋骨啊！他们就是想把我们打死在这里，好不用付饭钱啊！就是啊，我们这群老胳膊老腿的，哪里砸得动那几百斤的石磨盘啊？都是他们干的！你们为什么把门堵住？手里的警具是怎么回事？报告，我们是正规商业安保公司，接到恶意逃单的报警后，为了保护现场证据，才实施了防守控制。我们绝对没有和任何人发生肢体冲突，是他们自己往自己身上抹泥的。胡说！他们撒谎，他们串通好了要害我们，你千万别信他们，快把他们抓起来！林峰，现在双方各执一词，现场确实存在大面积的破坏和限制人身自由的情况。如果拿不出确凿的证据，单凭你一面之词，我只能先把你和安保负责人带回去调查。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到底是你请客赖账，还是他们敲诈勒索？师傅，麻烦把账本给警察同志过目。同志，这是今天的结束单，这上面白纸黑字签着名字的，是这群村民的带头人刘建国。那是我替他签的，林峰当时不在，我作为长辈替他做个主，怎么了？这能证明什么？这只能证明我好心办坏事儿，他就是想赖账。还有其他证据吗？关于打砸和打人？他哪来的证据？他就是个信口雌黄的小畜生。证据当然有，而且是毫无破绽的铁证。铁证？你小子少在这装神弄鬼！你有个屁的铁证！这里除了我们村的人，就是你请来的黑社会，谁能给你作证？就是，难不成老天爷还能长眼睛，把你这破院子里的事儿都拍下来不成？老天爷没长眼睛，但我长了。你们刚才说的一切，谁点的菜，谁砸的墙，谁往自己脸上抹的泥，我都有全程监控，可以慢慢查看。警察同志，这是前几天在院子里的监控录像，已经自动云端备份了。走走走，这里不用你做饭了。林峰这小子抠门，请你这种便宜货。可是林老板已经交了定金了，说好今天开火的。我是他三大把，这里我说了算，滚！王芳，赶紧给你城里那个干餐饮的熟人打电话，给我订最贵的米其林国宴。刘爷，那得好几十万呢。林峰要是知道，他个土包子懂个屁。等生米煮成熟饭，全村人跟着起哄，他就是砸锅卖铁也得给我把这单买了。老子就是要让他大出血。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？调包厨师、蓄意勒索，全是你一手策划的。还有这88万的饭钱，既然是你们赶走原厨师，擅自换的国宴，这笔巨额就该由你们全额承担。88万，把我全家按金卖了也赔不起呀！我不活了！我的老天爷呀，这笔钱会要了我的老命啊！我这辈子全毁了。合作愉快，谢谢林总，我们公司一定按时交付项目。林总，去年我们在老家挖出的那批黄矿矿，其半生的真金已经全部提炼变现，扣除创立林氏投资公司的所有前期投入，目前公司基本账户结余还有1亿2千万。知道了，把这笔资金全部划入明年的农业生态园并购专项资金池里。好的，林总。另外，今晚7点，商会有个高端酒会，邀请函已经放在您车上了。备车。林总到了。商会的高层都在等您。林总，您可算来了。哟，这不是林总吗？听说你1年前还是个种地的，这82年的红酒你喝过吗？孙总，请您让开。哎呀，手滑了。种地的人习惯踩泥水，不在乎这点酒水吧？放肆！汇报一下进度，孙氏建材的收购案进行到哪一步了？林总，5分钟前，我们已在2级市场完成散股收购。现在，林氏是孙家建材的绝对控股人。你放屁！5分钟怎么可能收购我的公司？你们绝对是在炸我！孙总，资金链断了，我们破产了！破产了？这不可能！明天上午9点，法务会去清算你的个人资产。林总到达总部。林总，各部门主管已就位。林总好。
林总，请入座。现在开始本季度资产并购汇报。林总，林氏投资的收购计划已全部达成。下一项议程。林总，他硬闯进来。林总，这是我们集团的强行并购意向书。我们在海外有上百亿的资金，你拒绝就是死路一条。请你注意态度。明天开盘，林氏的股票就会被我们彻底击穿。是吗？把这个打开。好的，林总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贵方违规交易的完整证据链。这监控录像你从哪里弄来的？证据已经同步发送给证监会。拿着你的垃圾，滚出大楼！你给我等着！有请林峰先生为贫困山区进行捐赠。林总，代表孩子们，谢谢你。林总，媒体的镜头都对准了。交接吧。1亿元现金，将全资捐建100所林氏希望小学。后续工程由林氏全程监督。林总，请接受一下采访。退后，不要拥挤。您今晚捐出1亿元，请问初衷是什么？安静，取之于民，用之于民。让一让，车队准备。林总，我们可以出发了。林总，预计10分钟后抵达总部。林总，100所希望中学的选址团队明早下乡。资金必须落实到位，不可经过第三方。明白。另外，下周1是林氏在纳斯达克敲背的日子。您的致辞稿已经发送到平板上了。不用准备致辞，准备好敲钟的鼓屏就行了。林总到了。林总，时间到了。开始吧。祝贺林氏集团成功上市。林总，开盘即涨停。林总，首日收盘，我们的市值突破了1000亿大关。意料之中。还有什么指示吗？通知所有董事局成员，5分钟后开启全球收购战略会议。是，我马上安排。林总，全球收购战略会议的纪要已经全部发给董事局成员。林氏农业生态园的收购进度进行到哪一步了？法务部下午已经完成最后的清算，城东林家村的所有土地，包括村后荒地和村民的宅基地，全部划入林氏名下。那些村民目前的状况如何？法院在1年前判决强制进行88万6千的参与钱款，刘建国等人的所有资产已被全额冻结并用于抵债。明天上午调派集团安保队去村里执行最终的土地清偿。好的，林总，我立刻通知安保队长准备车队。林总，根据前方的调查报告，林家村的村民目前没有离开村子。他们名下已经没有房产，
现在住在哪里？李二的红砖房被抵押后，他们用木板和塑料布在村后荒地搭了几个简易棚子。明天早上的清场，我要亲自去现场看一看。明白，林总。车队会直接开到村后荒地。这地里的野草怎么拔也拔不完。昨天镇上的催债人又来了，说我们还欠几10万。别说话，留点力气干活，多翻点土，种点白菜去镇上卖。我的鞋跟断了，都怪你们当初非要点国宴，现在我连回城里的车票钱都没了。你天天还有什么用？我的红砖房都被查封了，现在不是一样睡在这个破棚子里？所有人停止动作，这片土地的所有权已经转移，安保队现在执行清场作价。林峰，你怎么穿着这身衣服来这里？林氏集团已经收购了这片土地，你们现在的行为属于非法侵占。林哥，你现在是大老板了，你买下这块地是不是来帮我们还债的？我是来平整土地的。10分钟后，这里的违建棚子将被全部推平。林峰啊，你不能这么绝情啊！我们名下什么都没了，你推了棚子，我们只能去要饭了。林总，你只要帮我还了那份钱，我马上回城里，以后绝对不再出现在你面前。法院判决的债务是你们的个人行为，清场倒计时开始。这院子也是你的了？你这是要把我们赶尽杀绝呀！我们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了。这里将作为农业生态园的物资集散中心，你们的私人物品只有地上的那些农具。88万啊！我们每天在这儿刨土，刨一辈子也还不清这笔钱。当初你们在这个院子里砸墙挖地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会有今天？报应啊，这都是报应！要是我不去拿你那2只母鸡，不去要那紫檀手串，就不会落到这个下场。这破链子有什么用？这破包有什么用？我什么都没了。我这村话事人的脸面全被我自己砸干净了，我连一口饱饭都吃不上了。10分钟到了，安保队把无关人员清理出去。所有人起立，立刻离开工作区域。林总，推土机已经就位。开工。